近日，強制註銷戶口的話題在大陸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熱議。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中共政府開始審查國籍，不允許中國公民在取得其他國家國籍以後，仍然保留中國戶籍或享有中國公民的身份。中共國籍法第9條規定，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而中共戶口登記條例也規定，公民入外國國籍後，應當註銷戶口。最近有一些海外華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咋回事啊？主要是因為我們中國現在開始嚴查這個雙重國籍了。前一陣子就有真實的案例流出來，有人在準備離境的時候被明確告知需要你把身份理清楚，但也有人直接系統就提示了，所以地方层面的核查流程就同步啟動了。千萬別再說這是運氣不好了，也不是什麼個別的案例。許多已經加入外國國籍的華人之所以遲遲不願註銷戶口，更多是出於生活便利的考量。比如拿着外國護照出入境很方便，而回到了中國，身份證幾乎是日常生活的必備品。無論是入住酒店、購買火車票，還是進行各種實名的登記，都比使用外國護照要容易得多。有分析指出，中共註銷戶口的背後可能隱藏着更深層次的財政考量。12月3號，中共在全國各口岸啟動專項清查。隨着邊檢系統與全國戶籍資料庫實現連通，凡是持有外國護照卻沒有註銷中國戶籍的人員，在通關時都會觸發預警。那麼與過去以口頭提醒為主的處理方式不同，這次採取強制措施，幾乎是不給任何人留下緩衝的空間。最近已發生多起被要求註銷戶口的事件。在杭州蕭山國際機場，澳大利亞籍的華人 Sam 剛結束假期，準備飛回墨爾本。就在他即將通過邊檢時，警報突然間響起，現場氣氛瞬間緊張起來。工作人員遞給他一份書面的通知，他看完後，整個人都僵住了。通知上寫着，系統顯示他仍保留中國戶籍，依據規定，在未註銷戶口前不得離境。Sam 一時難以接受。他向邊檢解釋，自己早已加入澳籍，只是老家戶口一直沒有動。工作人員面無表情地告訴 Sam， 他必須要回到河南老家辦理註銷手續，完成以後才能夠離境。這就意味着他的機票作廢了不說，每天還要承擔最高500塊的滯留罰款。擁有10幾萬粉絲的上海培訓師梅大師分享另一個案例，他的一位粉絲是上海人，已經加入了某歐洲國家國籍。前不久，這位粉絲使用歐洲護照從浦東機場出境，卻被邊檢攔下，扣留近1個小時。邊檢在核查身份後告訴他，你的上海戶籍尚未註銷，需要盡快辦理。梅大師解釋道，這位粉絲之所以保留上海戶籍，是因為戶籍與身份證綁定，而使用中國身份證在國內生活確實更方便。那麼類似情況呢，並非只出現在機場。在瀋陽，一名已加入家國國籍但長期居住在國內的女性，民警上門通知她，要求她去辦理戶口註銷。瀋陽一名女子拿了加拿大國籍，還在國內住着，想領這個養老金，結果呢，戶口被民警依法註銷，她當場就炸毛了，大喊自己交了20多年的社保，憑啥註銷我的戶口？民警直接亮明文規定，入了外籍就自動喪失了中國國籍，戶口必須銷，養老待遇得去國籍所在國去享受，這沒得商量。博主說，在廣州白雲機場，澳洲籍的李先生持國外護照準備出境，剛到邊檢就被攔下了，系統直接彈出預警，明確顯示李先生還有廣州戶籍，必須要回老家註銷了戶口才能夠走，他的飛機票直接作廢，損失全部要自己扛。國家移民管理局在今年1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專項排查已經累計核查8300餘人，其中1200多人因國籍信息不一致被拒絕入境，超過3700人被要求限期註銷戶口。上海、深圳等地已經集中清理上千個違規戶籍，類似口岸攔截案例環比暴增300%。有旅客在蕭山機場親歷現場，短短半個小時以內，
就3人因為身份證不符被代理核查。官方稱，出國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者應該註銷戶口。不少網友對出國定居一詞提出了疑問。有網友說，有人持美國綠卡，但長期住在中國，每半年飛去一次美國，1周後又回國，這算不算是定居國外？那麼也有人沒有外國永久居民身份，但長期在海外生活，例如持日本的經營簽證，享有當地國民待遇，卻不是永久居民。這種情況又將如何界定呢？在本輪清查中，許多海外華人關心這個問題。如果只拿到外國綠卡，並沒有入外國國籍，是否會受到影響？從法律層面看，在國外永久居住並不等同是拿到了外國國籍，不應該註銷戶籍。但在實際執行當中，大陸各地公安對此沒有一個統一的執行標準，有些地區也註銷了這類人的戶口。上海博主上海人很困惑，他表示，綠卡只是允許在國外長期居住，並不等於是改變國籍，但在國內卻可能面臨着被註銷戶口的情況。那麼到底戶口屬於中國還是屬於綠卡所在國呢？制定政策的人似乎沒有考慮到普通人的實際處境。轉為香港的永久居民需要註銷內地戶口嗎？這個是不需要的，因為註銷內地戶口的關鍵在於你是否申請回鄉證。那什麼情況我們才需要去申請回鄉證呢？目前來說，最普遍的，孩子參加華僑生聯考需要有回鄉證。那這種情況，可能孩子要把國內戶口註銷掉。我們拿到香港永居後，從法律上來講，就是一個真正的香港人了。由於國內的戶籍系統和香港的身份系統不共享信息，所以我們能合理合法享受兩地福利，並且政策也支持。聽到這裡，你明白了嗎？我真是服了，居然有人為了逃避債務把戶籍都註銷了，你敢信？我現在在這個閔行浦景街道社區事務受理中心樓底下，然後我剛才在2樓找帽子叔叔調取被告的戶籍信息，打算起訴他的時候，帽子叔叔跟我說，這個戶籍信息已經註銷了。他註銷的原因是因為他有2個戶籍，他用了另外一個。但是呢，他註銷的這個身份是一直是以這個身份和我們當事人溝通的，和我們當事人借了20多萬，包括我們當事人的轉賬也是轉到這個身份註冊的這個銀行卡或者說支付寶賬號中的。那麼他現在註銷了這個身份，我們再找另外一個身份就比較費勁。許多人會疑惑，既然中國一直不承認雙重國籍，為什麼現在才開始嚴格執行呢？有分析指出，這裡有關銷戶的傳聞的背後呢，可能涉嫌更深層次的財政壓力。博主上海人認為，上海收緊戶籍政策嚴格卡住管理通道，意味着一旦海外永居者觸發銷戶條件，個人就必須在身份與福利之間做出選擇，不能在兩邊享受。他推測，當局此舉很可能是為了應對不斷擴大的養老金缺口。一些持有外國綠卡、長期住在海外的人呢，同時仍在國內繳納養老保險。上海人指出，這類人雖然在技術上已經符合領取養老金的條件，但未來政府可能不會再向他們發放退休金。中國老年人口已突破3億，並以每年7萬級的速度在增長，養老金壓力正在急速攀升。過去近20年間，中國老齡人口數量從2006年 1.49 億增加到2024年的 3.1 億。占总人口比例也從 11.3% 上升至 22%， 未來每年還將新增約1000萬名的60歲以上人口。中國正在快速邁入重度老齡化社會，養老金缺口問題已經是迫在眉睫。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上，民政部副部長唐成佩指出，中國不僅是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應對任務最艰巨的國家。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多數發達國家以及中國的標準，60歲以上即被視為老年人。2024年1月，复旦学報發表的一項研究預測，如果不計入投資收益，到2035年，中國養老金繳付缺口可能高達30萬億元。美國學者杜大偉曾向 BBC 表示，老齡化對經濟影響就像是一場慢性病。勞動人口佔比不斷下降，而需要社會供養的老年人口持續增加，養老金缺口自然是越拉越大。年輕人自身生活壓力已然沉重，更不願生育。那麼與此同時呢，老年人消費意願偏低，進一步削弱了經濟的活力，使社會陷入了惡性的循環。都看新聞了嗎？劉翔啊也移居美國了，又一個曾經身披着國旗的世界冠軍選擇在海外開啟新的生活。想想那些年啊，林丹去了西班牙，丁俊晖定居了英國，
易建聯也在美國生活，姚明的孩子也都是美國籍。為什麼每次有名人移居海外，總會有人口誅筆伐呢？偉豬對劉翔啊，網上卻是一片祝福，祝劉翔一切都好。很多人不懂啊，他們做這個決定得頂住多少的輿論壓力？為啥還要走呢？除了醫療、子女教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量。近幾年，中國社會出現一個越發明顯的趨勢，一場跨越階層、跨越年齡的移民潮正在加速成型。從富豪到中產，從專業人才到普通的工薪階層，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中國，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的國家。即便移民門檻不斷提高，成本持續攀升，他們仍然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只為尋找更自由、更安全的生活。過去，移民都被視為富豪或高净值人群的選擇，如今，移民的群體正在迅速擴大。合法申請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留學移民，甚至是非法偷渡，各種路徑都有人嘗試。因為在澳洲生活多年的華人直言，如今的普通中國人連基本生存都成了問題，婚姻生育更是遙不可及。在這種情況之下，出國成為了許多人突破困境的唯一的出口。小張在澳洲生活已經多年了，靠送外賣和打零工來維持生計。他收入不算高，但生活卻比國內要輕鬆得多，還順利地結了婚。他告訴記者，23年以後來了很多華人，大家在國內生活的都不順，脾氣也大。我們發小4個人，現在只有我和另一個人結婚了，能在這裡生活，沒彩禮，沒壓力，算是幸運。另一位在澳洲的華人老胡指出，雖然移民成本越來越高，但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與社會保障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如今，通過中介到澳洲打工的費用動輒是幾十萬元。工作3-4年以後，如果能夠找到雇主擔保，就有機會申請綠卡，但前提是英語要過關。正在辦理移民手續的王女士在國內做家政，丈夫在國企上班，收入有限。她發現以自己的護理背景到澳洲做護工，不僅更容易拿到身份，年收入也能夠達到50萬人民幣。一家3口移民總成本約80萬元。她坦言，即使借錢也值得。就業難，行業萎縮，經濟下行，讓年輕人對未來越發的迷茫。兒子就讀221大學道路橋樑專業，但國內基建已經趨於飽和，行業前景黯淡。他計劃讓孩子本科畢業後直接移民。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